跨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世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覆盖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赤冲云上，玄武剑气焰四方。踏过风浪，飞舞四方，几乎苍生义无妨。青山之巅，你我共撑一世狂。师傅，谢师叔。多谢，难得啊！所有的师兄弟都在，实属难得，啊，欣慰啊！啊，不对，啊，百里同君呢？啊，我出门的时候，他还在自己的屋里闭门不出。不过，我跟司空长风说好了，时间一到，就把门踹开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自己提出的对决，就算最后酒没有酿好，也要把他扛过来，认输。说的太好了。其实吧，今天呢也算是我们天启城的一个大日子。你看，这么多的人来看我们北离八公子的风采，尤其是我卓墨公子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他酿那么短时间的酒能酿得好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唱衰他，我也觉得他能酿得好。但是吧，谢谢。但是你们喝过秋露白吗？百里东君，你还能不能撑啊？荀先生，月牙姑娘，诸位，我今日所比之酒，便是这坛秋露白。李先生的弟子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怕了，不敢来了？小点声，大公子就坐在楼上，可别让他们听见了。把话传到学堂，半个时辰以后，人还没到，便算他认输。碉楼小筑传话来了，半个时辰后人还不到，就算百里师兄输了。哎，百里东君，你还能撑吗？还没来，这个百里东君，来喝茶。我准备好了。
你要去比美啊？今日好歹也是我们阴阳天启的日子，怎么着也得打扮得帅气些吧？啊，酒呢？大白天的，做白日梦呢？做白日梦呢？又梦见去青楼了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秋风无情，露起夜白。而我要酿的是友情，是白日见星辰，心中有故人。我终于明白了。哎，到了。百里东君，这是你的酒。这是你的秋露白。既然人都到了，那就比试开始吧。荀先生，月牙姑娘，还有小先生。嗨，第3位品酒师是老七呀。那便先喝秋露白吧。这几年经常随军在外，也是许久没有喝到，甚是想念。这就是天启最有名的秋露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有1坛酒，可你却只用了3杯，剩下的等你输给我，赠与我如何？等你赢了再说。3位请。秋露繁浓之时，以玉壶收之，用于酿酒，故称秋露白。因为秋露难收，就算动用千百人次，用于酿酒也只是杯水车薪，所以这1月只能品这1日。遗憾了。你好歹是来踢馆的，把口水收一下行不行？不矛盾。比上一次喝到的秋露白更醇厚了。小谢近年来酿酒之术精进了不少，比起那杯秋露白，已经差得不太多了。
差不了太多，也算是夸赞吧。人生达命岂暇愁，且饮美酒登高楼。酒仍是好酒，谢师却比当年的谢师也多了几分中年之愁。世间美酒可品一味，而秋露白能品3味。酒暖心肠品春，酒热人志品夏，酒解人愁品秋。东君啊，你的酒可品几味？我的酒乃是天上酒，品不到人间味。这小师弟的酒，当真这么神奇？夸张了，后生，打开你的酒吧。好。李师侄，借我子绸一用。给。冬雪夜，美人舞剑，现明月。奔月而去，如月上真仙。遨游仙宫，纵情千里，直至天光乍破。白日见星辰。哟，北斗七星啊！这便是我的7盏星夜酒。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，请君饮之。7盏星夜酒。荀先生见多识广，可曾喝过这样的酒？不曾。连荀先生都未曾喝过的酒，倒是让我颇想尝尝。请吧，老先生，请吧。好酒啊！多好的酒！像是回到了我少年的时候，风花雪月，花前月下，踌躇满志，志在必得。此酒，小师兄带我入天启，让我见识到真正的天地之大。东君无以回报。师兄的酒，味道与其他2位无差，只是其中略略加了我的一点小私心。
老七的头顶怎么在冒热气啊？那不是热气，是真气啊！真气啊！真气乃为气，照理说应该是虚无缥缈的，也应该只有在体内流动的时候能感受得到。我怎么从未听闻有真气是肉眼可见的呀？三昧真气已全，百炼凡心俱净，真气出体凝成所见的情况确实很少，但也不是没有，一般发生在破境之时。破境了！东君，东君，我滞留此境久矣，却苦无破境之法。你的酒，助我。多谢。王爷息怒，稍安勿躁。能品人间百味又如何？不如仙宫遨游一瞬。谢师，酒备的不多，如不嫌弃，便请。敢问公子师承何人？家师姓古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三位品酒师，可有结果了？本场比试，百里公子获胜。考验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不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唱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这半瓶秋露白，可说到做到，欲求必有。豪杰！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直冲云上，玄武剑气焰四方。果然是人间绝品，饮之大快。喂。几乎苍生义无妨，青山之巅，你我共撑一世狂。准备登楼。好。恭送。何人指使？有刺客，保护王爷！哪来的刺客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在碉楼小筑设伏？碉楼小筑明知今日有要事，未做好防范，惊动了王爷，该当何罪？
修罗夫，你大胆！敢杀我学堂之人，才是真正的大胆。看来我还得好好练练功夫。这天启城真是卧虎藏龙，此番真是开了眼界了。走了走了，这些事情交给我师兄们处理就好了。师傅还等着我呢。小师兄，告辞。师傅，我不必告辞了，去吧。可是我，昨日来本通报的师兄，废物！师傅，哎，赢就赢呗，怎么顺了人家镇店的酒啊？怎么能说是顺呢？徒儿我这是依照规矩，光明正大的取。嘿嘿嘿嘿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天启了。哎，这世上从来没有离开这两个字，有的只是重新出发。好了，上车了，该走了。你们今夜真的就这么走了？怎么？你不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就不去了。我此次来天启是帮人取东西的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好吧。上次离别之时，我送你的酒壶还在吗？当然。挺大方的。也没什么能送给你的，送你杯秋露白喝吧。谢谢。我们定会再见的，因为到时候我已名扬天下。好，我也一定不会输的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啦，出发啦！小强先走啦。嘿嘿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下。真是桃花香啊！李师侄，你闻闻看。不错。
师傅，天启城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教坊32阁仙人指路台。行，就去那儿。遵命，小徒弟。呀！天若不爱酒，酒仙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人间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啊！以文清比胜，又言浊如咸。前生既已饮，自作菜犹鲜。杯酒行大道，觥筹尽河山。但知酒中趣，难对行者产。先生，这马真是快啊！哎，这可是烈风神驹呀！啊？我的烈风驹？不可能啊！我的烈风驹是红色的。师傅，你这马是白色的。嘿，我给涂上去的。师傅。白衣白发配白马，此乃仙人本相。我乃谪仙人，岂肯折腰事凡尘？驾！先生这风采，果然还是如此令人神往。您再试试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瞧你这哈。谢谢娘子。爷爷，慢点跑。看到什么了？啊？爷，软糖，好好吃啊！好，你要这个吗？原来这才是北里的天启城。极尽民间荣耀与繁华的天下第一城。我本来是觉得，不就是一座城吗？走了也就走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尽兴的玩一玩呢。你说呢？尹师侄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你要是实在舍不得，我再陪你回来嘛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是不回来。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让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你们。东君到了，你看，那儿就是仙人指路台。每到重大节日之时，都会挂上萧氏家族的神鸟大风旗，风吹启扬，即可破天呐。那便是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你们等我一下。哎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来了，但也到该走的时候了。您的心愿，徒儿没有忘记。
顾晨啊，顾晨，还记得呢。陛下，怎么样？李先生带着镇西侯的独孙百里东军，策马绕了天启城一圈后，离城而去了。还有吗？山前书院院监陈如到访稷下学堂，称自己为新任祭酒。官员任配乃朝廷重视，哪有自封为官的？还有呢？回陛下，没有了。走了，那便走了吧。那个陈如，大理寺卿也管官员任配的事儿吗？不，就封那人为祭酒。驾！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小姐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听吴相使说，你们找到天生五脉了，但把他给放了。百里东君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贸然抓他，本就冒险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已拜入李先生的门下，所以原来他叫百里东君啊！怎么停了？继续说呀！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你离开男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翎霞所败，男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你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，1年之内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翎霞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吧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也想求得一战。若赢，则再与剑仙与燕翎霞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
若败了呢？冤死！走吧。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。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师傅，你说我那如仙师傅，为什么让我酿那样一瓶酒，还挂在天启城最高的位置？我都没来得及问他。你去问他呀，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嘿嘿，骗你的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呀？师傅，是因为情债呀。当年你师傅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后来他们分散了。你师父就欠了他一壶桃花月落。那我挂在那儿，那女子便会看到吗？会的，因为那位女子就是天启城教坊32阁的主人。当年你师父答应他说，等他酿好了桃花月落，会亲自提着这壶酒来找他，而且还会娶她呢。但如果他没来，或者是让其他人提着这壶酒挂在那仙人指路台上，那就表示他已经死了，不必再等。教坊主人等了他好多年，期待有那么一天你师父会出现，并且娶她为妻。但是若干年过去了，你师父并没有出现。也许是等得太久了，他所求的，就是希望这壶酒不要出现在那高台之上。那这样，他就会知道他爱的人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我伤了我师娘的心了。哎，你这句师娘应该让她听到，她会很开心的。嘿嘿。是你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给我送行。当心，此人似乎来者不善。金若风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，也更执拗。我想知道一个答案，所以今日我定要来这里弄个明白。或许先生可以直接告诉我这个答案。你想要答案，我这里没有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揍你。金若风，虽说你教过我几日武功，但恩情归恩情。若是你执意要拦我们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谁敢拦学堂李先生的路啊？除非学堂李先生现在已经没了武功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怎么说呢？要从先生突然离开天启城说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世人皆知我李长生自由自意，率性而为，想离开，便也就离开了。真的只是率性而为吗？先生曾言与诗仙同游，
一剑震天。可诗仙已经坐古100余年，为何先生还在啊？还真有傻孩子信我这话。100年来，所出剑仙不知凡几，可为何先生偏偏独爱诗仙一人？是诗仙足够传奇吗？可难道李长生就不够传奇吗？需要杜撰一些仙气缥缈的故事来为这3个字增加传奇色彩。而倘若李长生和诗仙有救之事并非杜撰，那李长生究竟活了多久？白小棠自然查过先生一剑扬名之后的平生所历，不过区区30载。如此推断，之前的李长生定然不是李长生。如果先生今日离开天启，恐怕世上再无李长生。是也不是？你真的比我想的要聪明。既然先生要离开天启，自然有你不得不离开的道理。所以我猜，先生不是不想继续当李长生，而是不能。为何不能？因为你已经没了武功。先生，现在愿意告诉我答案了吗？季若风，我师父是不是真的没了武功我不知道，但你是真的很没有眼色。你的秋水诀是我教的，你有信心赢我？你不要太自信。如今我的师父可是李长生，况且我的西楚剑歌可是如仙教的。你就不怕大好前途毁在这儿？姬堂主说笑了，我的大好前途坐在我身后呢。若是我让了，才是真的毁了。小师弟总是能妙语连珠啊！让一片轻轻微风绕心游弋，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